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，我流产7次，终于为婆家生下儿子，但他没满月就夭折了。33岁，离婚快乐。我流产7次，终于生下儿子，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天天伺候我坐月子，为我炖汤。儿子没有满月就夭折了，我甩下离婚证书，李志强，这次是我不要你了。一大早清早，李志强就打来电话叫我别迟到了，预约时间是9点的。和李志强结婚3年守时是他唯一的优点吧。染了头发，穿了一身的新衣服，买了喜欢很久的香奈儿包包，刷光了身上的信用卡，走在十字路口闻着茉莉花香，脚步轻盈，真好。从今天开始可以过崭新的生活了。到达民政局的时候，刚好是8点55分。李志强已经在门口了，他嘲笑道：“你还是老习惯呢，这么准时，1分都不会提前到。”我笑笑，彼此，你也很守时。1个月前就预约好了，星期一人不多，很快就轮到我们了，10分钟时间就搞定了。拿着手上的离婚证书，想起3年前的结婚证书，心情是一样的高兴，只是现在多了如释重负、脱胎换骨重生的感觉。天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有多久，要不是国家规定离婚冷静期30天，我真的想分分钟拉着李志强来办离婚手续。要不要我送你啊？你家好像有点远。不用，你这坏脾气该改一改了，女人还是要温柔点。除了我，以后不知道还有哪个男人要你啊。对了，养女，除非这个男人命硬点。他嘲笑道，边走边往停车场走去。呸！先生，请不要随地吐痰。一名清洁工走来，我就要吐。咋的了？你这哪里标注不能吐痰了？政府规定了吗？李志强骂骂咧咧道。汪正贤，别走啊！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我摇摇头，大步流星地离开。我真的1分钟都不想和李志强这个人待在一块。想起3年的婚姻生活，想起李志强和他的家人，我就生理性作呕，厌恶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和这个人没有任何瓜葛了。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这3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。妈，我现在就接您和悠悠出去吃大餐。晚上发了朋友圈，33岁离婚快乐。房子1人1半，首付的钱是我爸妈出的，李志强也付了每个月的贷款。李志强说房子卖掉后会分1半钱给我。女儿悠悠归我，我不会开车，车子给了李志强。这就是法院判决的离婚分割，我和李志强都没有意见。2020年7月，热火炎炎，我挺着大肚子帮着摆水果摊，不小心撞到对面的一辆3轮车，羊水破了，提前送往医院。谁是汪正贤的家属？汪正贤难产，羊水破了，孩子头太大卡在那了，现在胎心下降，难产急需剖腹产手术，请家属签字确定。医生，手术有没有危险呢？我的孙子没事吧？医生，这为啥顺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剖腹了？你们是不是想多收点手术费的钱啊？家属，您听我说，现在孩子胎心下降，您太太产程时间太，现在精疲力尽了，孩子再不出来，母子都会有危险。我们现在要剖腹手术把孩子取出来，请您立马签字。可是我们这个剖腹就不会有危险吗？当时你们医生说可以顺产的呀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是不是想骗我们手续费啊？觉得我们是老百姓不懂啊？病房外传来李志强一家人的絮絮叨叨和谩骂声，我忍着疼痛下床，对医生说：“我来签吧，一切后果我自负。”
2个小时后，伴随着麻醉，孩子终于平安出生，是个女儿，5斤4两。女儿悠悠很是可爱。在这样的家庭，女儿的到来并没有带来欢喜。李家骨子里就是重男轻女的家庭。公婆有3个孩子，大姑子叫李想南，小叔子叫李建国，我老公李志强排名第2。李志强按照他的话来说，他爸给他取名李志强，希望他有志气、强大。可惜李志强初中打架辍学，只好继承了他爸的衣钵，做个水电工。李志强骨子里和他爸一样，重男轻女，喜欢儿子。生下悠悠后，更是一天到晚见不到人影，只是把我妈叫来照顾我坐月子，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的生活费，给孩子买奶粉。生了女儿，婆婆更是没有好脸色给我看。在我坐月子期间，就和大姑子去外地旅游了。女儿1周岁的时候，长得愈发可爱了，会甜甜的叫爸爸。李志强偶尔会散发他的父爱，给悠悠买几样玩具。有一次，他摸着悠悠的小脑袋说：“女儿太孤单了，给女儿找个伴吧。”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想要个儿子。他说：“生个儿子最好，女儿也好，多个兄弟姐妹多条路，李家热闹点。”婆婆更是煞费苦心地从普陀山求来生子符。公公买来上好的中药给我进补，为给女儿悠悠一个伴，公婆抱孙子的心愿，我妥协了。心想，既然嫁过来做了李家的媳妇，就应该尽孝道，家和万事兴。我叫汪正贤，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，是一名小学教师。我的名字正如李志强的名字一样，是有寓意的。我父亲是个乡村老师，把我取名汪正贤，希望我作为一名女子能做到端正贤惠。父亲在我出嫁的时候，就对我说，出嫁后要恪守妇道，端正贤惠，做一个贤惠的好妻子，要向我的母亲学习。我26岁毕业后，就在一家镇上的小学实习，是一名小学教师。接触的异性很少，28岁了还是单身，在绍兴这个小城市就是大龄剩女了。父母着急得不得了，安排好多男生给我相亲。媒婆听了我的条件，都摇摇头，有的见了面最后也杳无音讯。因为我是阳女，我属羊。绍兴的传统迷信，属羊的女人不吉利，会克夫克子克家庭。相亲2年，30岁了，我还是单身。我和李志强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，他比我大2年，是个水电工。他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属羊也不嫌弃我的人，我们很快交往了。爸妈知道我们的事后也并不反对，只是说人踏实能过日子就好，简简单单，知足常乐。我记着父亲说的，要做一名好妻子、好母亲，不要给汪家丢脸。就这样，2019年5月我们结婚了。2020年早产生下女儿悠悠，在老公和公婆极力催促下，自己想做一名好妻子，维护家庭的心愿。我调理好身体，努力备孕，终于成功怀孕了。怀孕期间，老公李志强对我呵护备至，每天接我上下班。公婆对我嘘寒问暖，天天煲汤送到学校，连不常联系的大姑子也经常打电话关心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身为班主任的我，琐碎的事情太多了，第一次剖腹身体伤害太大。怀孕3个月不到，我就小产了。如果说第一次的流产是意外，那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接下来连续6次的流产，让我心灰意冷，精疲力竭。第2天早上，李志强发来信息说，还有一些东西让全部我带走。我自然是要带走的，那些都是我花钱自己买来的。我一进门就看到李志强的父母在吵架，
如3年来一样，用他们的肮脏不堪的绍兴方言骂人。你这个畜生，又出去打麻将了，你说你输了多少了？李志强的妈妈扯着李柱国的耳朵说：“我就完了，怎么样了？就允许你偷男人啊？你快把你的野丫头给我带走，整天哭哭啼啼的，烦死人了！祝我霉运！你别胡扯！李国柱，我要和你离婚！”哐当哐当，瓶瓶罐罐倒了一地，客厅里又是一团糟。这样的场景我已经在李家见过无数次了。李志强爸妈吵架是家常便饭，他们吵过打过就甩身离开，每次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收拾残局，只是不知道这一次又是谁收拾了。去年他们打架，我去劝架，不小心被公公推下楼梯，摔倒在地，出血了。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我是先兆流产，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。住院半个月做了人工流产，麻醉过后疼得我全身哆嗦。公婆拿了家里几个烂掉了的苹果来看望我一次。李志强接我出院，我在家天天以泪洗面，怪自己没有保护好孩子。要不是被公公推了下，我根本不会流产。李志强听了我的抱怨，当着我的面数落了公婆几句。第2天，婆婆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了，使用她一贯的伎俩，一哭2闹3上吊。李志强马上就心软了，叫我不要置气，说他爸妈不是故意的，叫我调养好身体。我婆婆知道孩子没了，更是怪我自己大意，说没有来大姨妈了就该注意了，一点好话也没有。公公就是心疼大孙子又没有了，一直闷着抽烟说李家没有福分啊，养女生不出儿子啊，真是家门不幸。呵呵，是李家门不幸吗？孩子不是他们做没的吗？他们丝毫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，只是把孩子没了怪在我的属相上面。李志强妈看了我一眼，是什么风把您这个大人物吹过来的呀？我懒得理他们，迅速走进房间，带走了我的电脑、柜子上的化妆品。刚出门就撞上了一个人影，这个14岁的小伙子是我的小叔子，比我老公小11岁。他斜眼挑着眉毛看着我，嘟囔着：“你快点走开，别挡我路。”这个14岁的少年，一点起码的礼貌都没有的。我嫁过来3年了，他一直都没有真心唤我一声嫂子，一直是喂的称呼我。记得嫁进来第1年年初1，我给他包了压岁钱，李志强叫他叫我一声嫂子，他站在那里死活不肯。我看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便也不和他一般计较。李建国是公婆老来得子的骄傲，从小被他们宠惯了，什么礼貌尊卑礼仪什么都没有学会，倒是这阿谀奉承、投机取巧是学得很快。每次我一旦有好吃的零食买回来，有新的电子产品带回来，他就变得很乖，一直黏着我，一口一个嫂子叫的那是甜。我看了下他手里正拿着我的 iPad， 我毫不犹豫地抢过来。我和你哥离婚了，这是我的东西，现在我要带走了。不，这是我的，你给我的，他大声吼道。我没有给过你，那是借你的，现在我要还回来。我直接推开他，他撞在了门把上，瞬间哇哇大哭起来。我瞟了他一眼，他以为我会心软，眼巴巴地望着我手上的 iPad。我绕开他拿走属于我的东西，离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。背后传来李志强父母对我歇斯底里的大骂声。就是这样的人家，我竟然生活了3年，懦弱没有主见的妈宝男，重男轻女，整天吵架的公婆，没有教养的小叔子。这3年来，我掏心掏肺为这个家付出一切。看着手里的 iPad， 桌面上竟然是李建国那张灿烂的笑脸。这个看起来天使般的笑容，却似恶魔般的心。
这个14岁的少年，如果不礼貌是他没有教养，那么见死不救就是他的善恶之分了。1年前的冬天，雪下得很大。婆婆接到电话，小叔子李建国在学校打架，把同学给打伤了。班主任要家长出面和对方家长协商这个事情。公婆吓死了都不敢出面，李志强也在雇主家赶不回来。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人，作为嫂子也出于老师的指责，我不能抛14岁的孩子不管。当时已怀孕4个多月的我一个人独自坐着公交车去隔壁镇上的中学看他。家里到隔壁镇上的中学没有直达车，我到了公交站后，一个人走了10多分钟路程才到达中学。到的时候差不多下午3点了。一到办公室，见到李建国就4仰8叉地坐在椅子上，没有一点认错和反思的样子。被打伤的同学脸上都是淤青和伤痕，对方父母不依不饶，要求赔偿和道歉。在我和班主任的劝导下，李建国还是不肯道歉，我只能硬着头和对方父母赔不是。这原本是我公婆该做的事情，而我作为嫂子却替他收拾了烂摊子。13岁的男孩子有很强的自尊心，我自己也是一名育人的教师，我当他只是不懂事而已，慢慢教育就好。1个多小时的讨论，他没有说一句话，我也没有说他半句不是。他甩下书包，一个人走出学校。我对老师说了声抱歉，便背上他的书包紧追上去。外面下着小雪，他走得很快，我一人撑着伞走在雪地上，跟在他的后面。石板路上，路很滑，我不敢走得太快，每一步都是走得小心翼翼。公交车来了，他迅速地上了车，我摔倒在他10米以内的十字路口，小腹一阵一阵的抽疼，我忍着剧痛捂着肚子，急切地喊着他的名字，建国，建国，等等我，他却只是看了我一眼，头也不回地坐上公交车走了。雪越下越大，走过的路人很多，却没有一人敢扶我。裤子上的血1滴2滴3滴，渐渐地变成了一朵一朵的血花。我全身发抖，我以为自己快不行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一个好心的美女给我打120。我送到的时候，胎儿已经不保，这是我第3次流产。流产后身体越来越虚弱，我在医院整整休养了半个月。这一次，公婆和小叔子李建国都来医院看望我。这个13岁的小孩，可能不知道他的回头转身带给我的伤害，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。公婆和李志强当着我的面教训了他几顿，他可怜兮兮地挂了2行眼泪，手上仍然不忘记玩着他的弹珠。婆婆一个劲地劝说，建国回去已经知道错了，小孩子不懂事，让我别和他置气。公公更是拿着一个扫把在那吓唬他，看到他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我竟然心软了。一家人帮着说好话，好像我不原谅他，倒是我小气了。李志强教训他，让他向我道歉。他嘟着嘴说那天下雪没看到我摔倒了，可是他明明看到的呀。我摔倒在地，我拼命叫他的名字，直到这一刻他都不肯承认错误。为什么要撒谎说没听到呢？公公呵斥道：“快向你嫂子道歉，不然这个月生活费不给你了。”可能他是怕了吧，还是担心他的生活费了，他勉强地说了声对不起。看到他2行泪珠，那一刻我几乎原谅了他，毕竟他只有13岁的年纪。下一秒我却后悔了。大哥，你别难过，刚刚听老妈说了，这次掉的是女孩，不是小侄子。女孩就不是生命吗？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。一个13岁的孩子口中说出这样的话，真的让人不寒而栗。果然在李家，男孩子才配得到尊重和珍惜。小叔子李建国的话音刚落，
李建国脸色没有之前那么难看了，反而多了一丝轻松。公婆更是安慰道：“还好是女孩，我们已经有悠悠了，下次一定是孙子了。”回到娘家后，爸妈已经煮好了饭等我，悠悠飞快地扑倒在我怀里，甜甜地说：“妈妈，我想你了。妈妈，快回来吃饭，外婆煮了你最爱的吃的糖醋排骨。”看着乖巧可爱又懂事的女儿，我心里十分的欣慰。如果说离婚有什么让我顾虑的话，那就是女儿悠悠了。离婚了，悠悠成了单亲家庭，我害怕她在幼儿园被小朋友的指指点点。还好，女儿十分开朗，她很黏我，对爸爸、对爷爷奶奶也没有那么依赖。妈妈，你这手上的伤疤是哪里来的呀？妈妈，您还疼吗？悠悠摸着我左手手臂上的伤说：“乖，妈妈不疼。已经2年了，有些往事我已经都放下了。可是手臂上那条浅浅的茶杯印子还是时刻提醒着我，李志强这个家暴懦弱的男人。去年年底，全家都阳了，我发烧发到39度，1星期才可以下床。悠悠被送往我妈那里，公婆的水果摊也关了。李志强这个龌龊男，全家都阳，就他一人什么事情都没有，新冠疫情也怕了他。这段期间，他没有工作，没有雇主找他，他就在家待腻烦了，放下卧病在床的公婆不管，整天和几个猪朋狗友聚在一起打麻将，连续3天不着家了。我打他手机，他也是一直关机。离上个月大姨妈已经超过8天了，我以为是阳过后，所以导致姨妈延迟，想着过2天去医院检查下。这2天肚子一直隐隐作疼，不太舒服。有一天夜里，我刚洗完澡，李志强醉醺醺的回来，关上门，发了酒疯一样扑上来就想和我亲热。我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一身的酒臭味，就一阵呕吐。一想起他不顾家里老小生病，一天天往外跑，就一股子气。快去洗澡，我不耐烦地说道。老子这几天打麻将天天输，火气都没地方发，你这娘儿们还敢和我吼？小心，我不要你了。说着，他不顾我的反抗和挣扎，一下子把我扑倒在床上。我用力挣扎，手上的戒指不小心刮伤了他的脸。他愤怒地打了我一巴掌，口中还不忘喃喃自语：“你这个没人要的养女，要不是老子娶你，你到现在还是老处女呢。你还敢拒绝我？我碰你是你的福气，你这个某某。”他嘴里用最肮脏的绍兴方言骂我，手却不忘抚摸着我的身体。多年的屈辱和愤怒一下子涌上心头。李志强他把我当什么了？发泄的工具吗？他终于说出心里话了，他一直就是那么嫌弃我，嫌弃我是个养女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一把推开他，我想要逃跑。他拿起手中的茶杯，一下子丢了过来，我的手臂流血了，留下很深的烙印。2年了，这个伤疤还在。我跑出房间，一个人委屈地哭了起来。第2天便回了娘家。我以为经过那一晚，我不会和他和好了，不会再回李家。可是第2天，我在家测出2条杠，去了医院，证实我又怀孕了。我妈把我怀孕的消息告诉了我公婆，婆婆3番5请地把我请回家。李志强也好像变了样一样，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他发誓会好好对我，爸妈也劝着我回去好好过日子。我想着婚姻是一辈子的，心里打算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谁知道有的人变乖是一时的，冲动鲁莽的性格始终改变不了。一天半夜，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，李志强在工地里和工友赌博打架，进了派出所。我深夜了套了一件外套，拿着保释金把他保释了出来，
打伤别人我还为他赔付了2万块的赔偿金，差点又动了胎气。今天3·8妇女节，公司放假半天，我提前去幼儿园接送女儿。悠悠很乖，看到我就对我说：“妈妈节日快乐。”看着路边牙牙学路的小男孩，悠悠牵着我的手对我说：“妈妈，那个弟弟好可爱呀。”弟弟看着悠悠天真可爱的笑脸，我很想告诉他：“悠悠，其实你有一个弟弟呀，他叫清灵，也是妈妈的孩子。只是他和妈妈的缘分很浅，浅的只有11个月的缘分。”半年前，本市医院里有一起很大的医患纠纷，就是我们李家。一个60多岁的女人在急救室外的地上撒泼打滚，一直喊：“我的大孙子啊，孙子啊！”2个男人，一老一年轻和2个保安大打出手，其中一个还打伤了一个医护人士。我的儿子怀孕10个月，产检一路绿灯，出生1个月不到就呼吸衰竭，医生说是天性心脏病，抢救5个多小时后就走了。婆婆说没满月的孩子夭折，晦气阴气重。公公说这么小的孩子只能葬山上，还不能立碑。可怜的孩子李家心心念念的大孙子，最后却连一个碑都没有，还没有自己的名字。儿子死后1个月，公婆各种理由阻止我去墓地祭拜他。我知道他们怕阴气太重会影响我下次怀孕，说我本身流产多次，寒气重。1个月后，李家所有人都忘记了他，只有我还记得他。李志强说孩子和李家没有缘分，公婆就整天忙着从那7大姑8大姨打听生儿子的秘方，逼着我吃乱七八糟的中药。孙子没了，他们伤心了1天，大闹了1天。接下来又是马上变成了好公公好婆婆，催着我养好身体，给我吃各种补药，熬各种汤，让我生孙子，为他们李家添香火。小贤，这是你大姑子国外带来的中药，据说吃了效果很好，她同时吃了半个月就怀孕了，还是大胖儿子呢。小贤，你多吃点肉啊，对身体好。小贤，这是大姨那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生字秘方，还有这生字经，你每天睡觉前记得念下。我给他取了名字叫清灵，汪清灵。对于公婆来说，我就是生育的机器，孙子是他们李家的面子，他们在乎的就只是孙子，一个生命的离开根本不算什么。医生，这报告准确吗？双侧输卵管堵塞加上多囊，要怀孕的几率确实很低了。李志强，我们离婚吧。汪正贤，你可想清楚了，离开我们李家，没有人会要你这个养女了。李志强，这次是我不要你了。1个月前我说离婚，李志强觉得很惊讶，但是也同意了。李志强父母知道了，坚决不同意我们离婚。是啊，没了女人为他们生孙子了，当然不乐意了。哪里去找一个傻女人流产7次为他们生孩子的？他们哪里再去找这样的女人呢？2个星期前，李志强他妈还不乐意，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女婴闹上我家，苦口婆心地劝我爸妈。我爸妈见到这个女婴都惊了，我只是笑一笑。这个9个月不到的女婴是我老公的妹妹，我女儿悠悠的小姑姑。我婆婆每星期4都会去隔壁镇上同学聚会，这是她和我们说的。其实是和她的初恋情人偷偷相会，而这个女婴就是她和初恋情人的孩子。他们的秘密工作做得相当好。可笑的是，我婆婆对这个私生女爱得不得了，向来说要生儿子的她，这次死活不肯抛下她的女儿不管，大概是老来得子，还是和初恋情人的生的孩子，爱屋及乌吧。回想那天傍晚，公公出去打麻将没有回来，我看着一个男人在家门口鬼鬼祟祟地张望，过一会婆婆就跟在他后面，他们俩在一个小巷子里你侬我侬的，
似一对好久不见的热恋情侣。当我知道我可能不能再生育时，我唯一想到的事就是和李志强离婚，不是怕他嫌弃我不能生育，而是这3年来我为他付出太多了，7次流产，我只是他们李家生育的工具。贤惠这2字禁锢了我3年，未来我想要为自己而活，活得潇洒自在。当我开口说出李志强，我们离婚吧，这次是我不要你了，说出口才知道这话有多爽。他妈的，谁要贤惠谁去贤惠吧，我受够了。那天我故意把婆婆的另一个手机放在桌子上，让公公看到，让他知道他们的事情。奈何李志强他爸和李志强一样是个懦夫，打了婆婆一顿后，2人仍然吵吵闹闹的过日子。有个强势的婆婆和老妈在，即便知道了婆婆偷男人的事情，公公还是睁一只闭一眼。李志强依然把这个比他女儿还小的妹妹当个宝贝。我婆婆得寸进尺，没过几天把私生女带回了家，还打着亲情的牌子劝李志强把我女儿的房间给他的女儿做婴儿房。好了，现在我走了，带走我的女儿。我唯一报复李家的事情也是没有成功的，只是换来他们家的鸡飞狗跳，还是将就每天吵吵闹闹过着他们的小日子。果然，人类的悲喜是并不相通的。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我在汪家的户口本上加了我女儿的名字汪清幽，希望她以后活得晴朗悠然自在。33岁，离婚快乐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